茉莉开就是心动的信号。本节目由花清香茶香味的康师傅茉莉茶冠名播出。小红书，你的生活兴趣社区，上小红书 pick 你的心动嘉宾，解锁专属内容。本节目由新升级潘婷胜肽泡蛋系列赞助播出，根源重塑发型蛋白结构，72小时弹韧亮。感谢影像体验官华为 nova 14系列手机，全焦段红枫质感人像，记录你的心动时刻。2小时快速修护，3天抗熬夜疲劳。本节目由雅诗兰黛小棕瓶赞助播出。质感升级，心动升温。本节目由智享体验全面进阶的全新领克07、领克08赞助播出。淡化黑眼圈，让眼神自带微电流，一夜焕亮，心动砰砰。本节目由完美小红鼻眼霜赞助播出。吃的被拿了，快点去，好想知道是谁。居然是你拿的！宇航！哇！只要一闲下来、一空下来，就会想要跟对方在一起。哎呀，这俩可以了。盖章吗？盖。那你现在最近还有什么困惑？困惑的来源就是你，我怎么能跟你说呢？哎呀，他说出来了。他说出来了，他好用。小屋迎来第2个开放日，还有神秘的客人到访。哇，妈妈们吗？亲友团们来了。哇，天哪！哦，要见面喽。你们先休息，我去喊他们。哎呦我天！哎呦我天！无比行斯大礼。不是子涵老师，你这又是在整啥呢？那我怎么整？这也那咱们就把各自做的美味佳肴带下去吧。深呼吸。早啊，太吓人了。太吓人了。坐哪里是下一个问题喽。连瑞龙都有被困惑到。看怎么办？看怎么办？机会难得，快！可以做了。可以做，冲啊！你看，来了，冲过来了，根本不给机会啊！这会儿不能客气了。小芳是一把锋利的手术刀啊！你看宇航，他这算打明牌了。哎呦，完了，白换了。哇，乐成过去了。哎，你看，瑞龙没有坐王爵旁边，也没有坐多多旁边。哇，这个座位真的是好明显呀。雨过晴天，把心事放在一边，跟着直觉，渴望它就在眼前，别假装视而不见，勇敢一点，靠近我，有微光在眼里闪烁，这是心动的信号，这是心动的信号。大家也吃的差不多了。那么我们今天干什么？来了！我们今天的晚宴才正式开始，朋友们。那个卡，亲友团写的问题。问题来了，朋友们。问题来了！哇，好可怕，吓死！挺难的。来吧，今天有一个很可爱的一个小环节啊。这个小环节呢，是在我们见大家今天所有人之前，我们的亲友团呢准备了几个很可爱的小问题。很可爱的小问题。可爱。你不停的在铺垫很可爱的小问题，因为这问题都很辛辣呀。有一些问题发麻。哎呀，期待呀！这些问题呢，都是来自于女生的亲人、家属和好友们。这些抽卡呢，是只有男生会抽。哇！期待这些问题。所以我们是按顺序来呢，还是说谁勇敢先想要？哇！谁先勇敢？我来吧。我来吧。哇哦！子涵今天是勇士做到底了。OK， 好，刘哥 ，OK， 来。我觉得他确实是行动派。是。可以，这个会很加分啊，大气的男生，比较主动。是的。来了。勇敢的人先享受世界。男生与女生相处时，你自认为能给到女生什么？哦，请说出3点。我这个很难得，看看他怎么答。
这很考验一个人的自知能力跟自信能力。是挺难回答的。这是小菜，小菜，这是小菜，这是小菜。还是你们厉害。还有男的呢。我觉得我肯定第一是安全感，对。小卡片是哪位亲友团写的？可以给我看一下吗？哦，太准了，直接抽，一个问的好，一个抽的好，一个答的好，缘分。哎，妈妈，哎，好。你看他表情，你看子涵表情。那就刚刚好。是吧？就他俩，正好是他俩。妈妈，你觉得刚才的这个答案满不满意？慌了。你想做？我站着行。你也做吧。您说。啊。哎，这小细节啊，站着啊，站着听。我跟你说，这父母绝对这种很打动人，尤其细节、诚恳。妈妈肯定超满意的啊。我觉得男生和女生在一起相处的时候呢，男生能给予女生什么，首先就是体现了这个男生的能力，他能给到女生什么，这是一个能力的问题。能力。第二个呢，就是他知道对方需要什么，他在不在意这个女生，在意女生的话，他就知道他需要什么。是洞察力。哎呀，子涵说得很好。其实大部分女生都很需要安全感。安全感它包括了对爱情的忠一，还有物质条件也是一种安全感。对，是吧？然后妈妈好会说，被折服了。这就妈妈的智慧。我觉得妈妈应该在观察室。哎，真的。他还排了序，第一个是安全感，第二个呢是情绪价值，就是能给对方带来快乐，是吧？然后第三呢就是他说的，根据他自己的爱好去引领对方去进入他的一个世界。对，哎呦，妈妈这解读，这个答案完美，我觉得他说的非常好。哇，子涵的回答很好啊，子涵今天上大分。对，子涵今天就一直在往前冲。其实笑得很开心。是，我觉得大部分女生都喜欢这样的男孩子吧。妈妈太厉害了，火眼金睛。谢谢韩青妈妈。谢谢韩青妈妈。宇航长点心吧。其实宇航也需要这样的刺激了。是，他需要一些危机感。对，不然可能真的会错过。挺好的。哇，今天他发挥满分，真优秀。现在可以做了。谢谢海涛老师。哎，别。扬眉吐气的感觉。OK， 下一个人，我来吧。方老师。相处了这么久，你对我女儿的印象是什么？用3个词形容。形容谁呢？形容兰兰啊，女儿，所以就不是。哦，对哦，那他怎么知道是谁呢？
我觉得这个不一定是女儿啊，也可能是，妹妹。妹妹啊，妹妹会找补，真是考我呢，这是妹妹啊。姐姐都笑了。对，就是这样的。3个词啊。温柔，阳光，还有一个词是什么呢？慢慢的想。治愈，治愈。为什么是这3个词呢？首先，温柔的人是特别吸引我的。我在他身上看到了温柔。阳光就是他给人的感觉，就是他是一种非常积极向上、开朗的人。至于治愈，他的笑容真的很治愈，他的笑容真的很治愈。哇，好棒，好棒！治愈更好。你这反而要比夸漂亮要更有力量，夸得很棒。小张心想，我下一题一定要答好。救命血！坐下吧。我问一下，这张卡片是谁写的？好，妈妈。马上紧张了。像这个问题，妈妈，你想让在场的其他的另外一个男生回答，想让谁来回答？远远边上的那位吧。哇！远远边上的那位吧。马上站起来。再看一遍，确认一下是吧 ？OK。请3个词形容。好紧张。我觉得是稳定，然后智慧，然后悲观的乐观主义者。哎呀。为什么是这3个词呢？稳定其实是，内核上面我觉得是比较稳定的。学习能力很强。第3个其实，跟我过往的经历也有些相似吧，就是可能也会经历过一些不好的事情，但是一直都在积极乐观的生活着，然后并且非常的自爱。哇，自爱很重要，还是能够热爱生活，即使遇到问题也是乐观的去面对。其实，我觉得这3个词，它是一种很了解对方内在世界才说得出来的，就说明2个人相互的理解和共鸣已经很深了，才说得出来。好的。妈妈，刚才这几个男生的回答感觉怎么样？很明显，前面一位回答的肯定不是我女儿，3个字肯定不是我女儿。另外一位的话，绝对认可的。妈妈可太满意了，至少他们了解圆圆。那在我看来的话，我也希望我女儿开心。至于心不心动，我不太清楚，至少能在这里过得开心就可以了。谢谢2位。好，谢谢。来，下一个人。还有谁想要？我抽吧，顺着抽。OK。小啾。谢谢。会抽到什么呢？我好像感觉这个问题，哇哦！若最后成功牵手后，和女嘉宾在异地恋中，万一
突遇了一些困难，例如生病、工作。首先我觉得不异地。他举手了，他也要答。哇！他想主动回答。他们两个是异地吗？小芳和兰兰他们才是异地，他要表明他的态度。狠人呐，是个狠人。我想回答一下这个问题。我想回答一下这个问题。他也想主动回答，听一下他的答案。你可以。关于异地这个问题，其实如果我愿意开启或者尝试一段异地恋的话，我一定是非常爱他的，我愿意开启或者尝试一段异地恋的话，我一定是非常爱他的。直接了。王爵科到了。然后，如果异地恋之中发生了一些困难，比方说生病，我肯定会毫不犹豫的出现在他身边。哎呀！而且我觉得每个人异地的距离它是有不同的认知的。在我的认知中，就是我想到他边上，我开车我就能马上1-2个小时我就到了。我觉得这也不算异地恋。的确啊，2个小时。2个小时不太远。如果我解决不好异地恋这个问题，那只能证明我不够爱他。哎，这个。如果我解决不好异地恋这个问题，那只能证明我不够爱他。哦天哪！吃瓜了。哎呀！说得很好，得到了认可。可以。你都说成这样了，还有人要补充吗？谁补充？女生怎么觉得这个答案怎么样？我觉得我要是当时我是兰兰的话，天哪，我真的已经跟他转圈圈了。我觉得当下你是很直接的给到我，我就会觉得我很被坚定的选择和足够的偏爱。我是觉得说，小芳，你光在这样的场合，然后你愿意跳出来，很坚定的让女生感受到那个东西，我觉得我是有被打到。因为他刚有说一个，他说车程2个小时嘛，那这个2个小时证明就是说他还是估算过上海到杭州这个距离。我觉得这个时间我可以覆盖，表达的是我愿意有这么一个责任和承担。在爱的时候，就是需要这样的炙热和这样的勇气去表现出来。好的，那么接下来我们下一题。好，到我这里了，冲啊！瑞龙是比较轻松的一个人。王爵很关注瑞龙。这个2个问题。什么啊？那可能是我的。王爵的脑子。现在社会压力是常态，
在你遇到压力时，怎样减压？1、2，你对我女儿好感是哪个点？啊，不是我。我写啊，在你遇到压力啊，我刚刚才想说，不会是多多妈妈？哎，这个问题我很喜欢，因为他说现在社会压力很大，你是怎么去解决的？能知道这个男孩是怎么抗压的，还有他的抗压能力，还有他的情绪稳不稳定？嗯，对。社会压力，我一般是不太会让我自己受太多压力吧，就我会试着过得好一点，开心一点。好可爱啊！这才是人生智慧呀，朋友们！从源头上给你解决了这个问题。我没有大智慧啊，不内耗。这就是问题。会不会是他觉得多多对爱的执着打动他，但是那个对象不是他？啊 ，OK， 这就是OK 好，那会不会觉得讲出来会也不想给对方压力？也有可能。OK，That's fine。王者很失落。嗯，没关系，我们直接这样，我们问一下这个的主人是谁？我们这边，我们这边，没想到是多多的。没想到，哎呦，你们真是一个在南，一个在北呀！哎呦，这个笑容很，没有回答到。对，没想到抽的是他。可惜啊，瑞龙。妈妈，你想让谁来回答这个问题？那妈妈想问的是谁？他可让乐晨是不是？应该是晨晨吧。这就厉害了。我看一下。就我感觉我妈是在问我。他比较有主见，对我尊重他的意见。哇，很直接啦。我尊重他的意见。多多真的是超酷的，真的是很帅，太猛了。给了，给了。这马哥。遇到压力的时候，我的做法一般就是找一些很刺激的项目，然后我觉得那个是我释放压力的一个方式。第二点，我觉得还是非常的乐观和外向，非常的乐观和外向。他身上有一点乐观是很吸引你的。他的表情啊，神态。哎呀，其实我是一个能量不是很高的人，并且我其实不太会说话，然后很爱对方是一个能量很强的人，我觉得，然后并且语言表达上面确实是会强很多。多多这个回答还满意吗？我觉得挺满意的。妈妈呢？还可以，还可以。最后2张。妈呀，后面的人，不妙呀。后面的人难了，那乐晨了。你别抽那3个问题。还是乐晨抽？会抽到什么呢？也是2个问题。男生期望的恋爱对象是什么类型？恋爱环境是什么？
就恋爱的氛围想要。最难的哟哦，只有姐姐的问题了。姐姐的问题很猛。什么问题啊？哇，这是3个问题。恭喜你抽到了3道问题。哎，到你了。是吗？姐姐说等着看吧。最说不出来的人抽到了最难的问题。3个问题，恭喜。这个第一个问题是你最长和最短的恋爱分别是多久？产生了超越工作的好感，你如何把握？看看他怎么回答。首先，第一个问题是比较具象，我最长。超越工作的好感，如何把握边界感？这是很难的吧？这个前提是我已经在一段亲密关系里，在亲密关系里已经有一段亲密关系。要怎么回答呢？首先，我就不会让自己跟同事之间有超越工作的好感。那还可以。即便是有这样的趋势发生，我觉得第一时间我就会马上立刻掐断它。对，哇，不管是换一种工作环境或者怎么样，我觉得一定是要立马制止这个势头。对，所以就不会发生任何后面的事情。宇航回答挺真诚的。姐姐，哎，可以选一个人，也可以选2个人来回答这个问题。精彩了哟！选一个人还是2个人呢？我就选今天晚上给我剥过虾的。
小芳，以及给我夹过菜的小娇。对啊，小娇小芳，你觉得合适吗？姐姐就是姐姐。哦，就看他俩咋回答了。行，那就有请这二位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好不好？好期待这个回答。是嘛？就该举报举报，该报警报警。该举报举，该报警报警，该报警该报警，该举报举报，报警。这个可以。太棒了。假如你已经收到这个异性的超过边界的这种喜爱，他刚刚做了一个很好的回答，就是他如何关掉他的 WiFi。对。那我觉得最后这一点我没有想到，我觉得年轻人真的很敢做，很敢爱。就是我需要做一个拒绝的时候，其实你可以狠得下心做到这一步，但我觉得不给自己添麻烦是一个很棒的选择。很满意。满意。谢谢。耿直的教哥。小娇这答案，感情观很正，很正，很正。知道你有女朋友，还要跟你有深度发展的话，那真的是他的问题，因为我已经一直在澄清、澄清、澄清再澄清，说的让人特别有安全感。今天我们给我们的男生们一点掌声，好不好？好棒，非常棒，太棒了。
一切顺心，谢谢，开心开心，谢谢。谢谢涛哥给我们这么精彩的一页。谢谢。这趴很好看，这趴很好看，很好玩。这家亲友原来这么好看啊！我觉得对于那些现在还处在迷茫状态的人来说，亲友的意见可能会对他们的选择，起到很大的一些影响。可能亲友会从他的角度告诉你，他觉得谁跟你更合适，为什么，然后他会给到一些他的视角。我觉得最特别的就是，其实我们看到了很多不同的视角。一段感情之中，它其实是两个人的事情，但又不只是两个人的事情，它是非常多元的。所以这就是爱它的这个魅力所在和它的能量所在。刚刚子涵抽到的问题，也想问问大家，就是在一段亲密关系中，你觉得你能给予对方什么？你需要对方给予你什么？我能给到对方的是什么呢？应该是情绪价值吧，因为我觉得我会让他快乐。我需要对方给我带来的安全感，可以互相很信任，无论是什么时候，相信彼此。然后这样的时候，可能很多事情就不是问题了。你嘞？我能给对方的也是能量吧。他能够给予我什么呢？我觉得是答案。就是这个世界我所有想知道的、解决不了的问题的答案，他都可以给我。我跟我老公聊过这点，他说：“哎，讲起来就想嫁给他了。”他说：“你身上有一个特点，是我再选100次我都会找你的那个致命的吸引力，就是乐观。”在很多人眼里，我可能是一个很奇怪的人，但他觉得我很好笑、很有趣，然后他不会说：“哎，你可不可以规矩一点啊，乖一点啊？你可不可以不要怎么样？”就是我能懂你的奇奇怪怪，对，我觉得还是要看对方想要什么了。你是配合型的吗？我是完全是真的。以前看到这一题可能会先回答说，哦，我觉得我可以给什么，我可以给什么。可是现在就会更多一层说，我会想要先听听看对方想要什么。我觉得旭哥你现在爱人的能力好高哦。我自己想要对方给予我什么，我希望有时候我自己，在一个不好的状态的时候，我想要被对方能够接住。你不是说他希望他照顾你，只是希望你在这就好。好棒。我做不到的事情我不会答应，但是我能力之内的东西，他想要的我都会尽力去给对方。我可能会需要理解，可以理解我的孤独，就是相当于给我自由和温暖。不管是朋友还是恋人，会让我感受到温暖，我就会把我自己打开，然后去交给对方。我都觉得女生跟你在一起会很幸福。唉，现在底下弹幕底下好多人想接住这2位啊！我来，我接排球，我来接。好，那我们第2天的开放日呢，也算是圆满成功了。接下来呢，看看在我们的心动公寓还会发生什么样的故事呢？先去我房间。好。累晕，回去吧。虽然今天还很早，但是好累啊。今天我需要说的话好少，真不错。挺好的。但是我每个问题我都想回答，但是没人问我。今年被 Q 到最多应该就是你了，你有6次有没有？我真谢谢你俩，我一晚上心脏突突的没停，突突没停。然后我刚刚的那个心率90%，全程在往前飙。我天！我觉得你好难，你真的好难。就现在确实有一边已经挺难受的了，感觉。
啊，哪有两边都好受的事啊？哎，是谁在弹琴啊？乐手你怎么不出来弹？出来弹啊！哇哦！这古琴一响，瑞龙上场，很期待哦。弹一首什么曲子啊？能来一首最激情的吗？有一首《酒狂》可以。是什么？哇，太棒了！大家体验一下我每天晚上的尊享待遇，太幸福了。他是很爱慕的眼神看着瑞龙的，而且他睡前弹的是那种就让人很舒缓的，特别好。我晚上喜欢听梁宵饮。哇哦，好期待啊！哎呀，可以助眠。这个好好笑。哎呀，只有一个人醒着。王爵听得炯炯有神。王爵听得很认真。被掌声惊醒了。这个音乐也太……以后你应该开个那个喇叭广播，弹一曲这个。对。真的很幸福。有谁想当瑞龙的室友？有谁想搬下来啊？有谁想搬下来啊？哦。在上面。乐成他想搬下来。嗯。在上。那个帮我约一下我成猪肉狗呗。乐成，多多很勇敢，很直接。是的。那个帮我约一下我成猪肉狗呗。哇哦，哇哦！我觉得多多就是想弄明白，出发了，出发了。你看了。我很想试一下，我很想试一下，好啊！哇！觉得他自己也一直在创造机会。对他很努力，试一下好啊！来来，哇哦！我和远出去问问。你其实就比如中指可以，然后一般音都是往下的，就你往下这种。没有指甲的话，我不知道怎么弹，所以你会稍微有一点指甲。哇哦！
稍微会留一点，对。哎，王珏那个气质好适合啊，因为王珏有古典的美。哎呀，他们俩好契合啊，瑞龙和珏也不是不可能。嗯，走，给你。多多先下来了。来了，来了来了啊！赴约了，宇航来了。哎呀妈呀！咋了？什么？没事吧？你怎么突然一下上来了？困的。多多说想跟你去遛个狗。谁？多多。看你想怎么。现在吗？现在或者 maybe 2-3分钟后。你要是怕尴尬，我可以说你已经睡了。那是不用。哎呀，难了，太难了。第一天的时候，谁能想到是这个局面？你说我有必要顾虑那么多吗？就是顾虑别人的感受。那要看别人是谁了。是啊。我感觉我好像不能这么做，好像是不行。我觉得是不行。哎呀，不是，我现在真的心里乱到我都不知道在想什么。那咋办？这个确实很难，他两边都不想伤害。我觉得我晚上的表达应该很明显了。他觉得他已经很明显了。我觉得我是不是不下去就是回答了？哦，是的，是的，是的。可是你也可以下去跟他说呀。但是这样也是一种方式啊。所以我是不是不下去就是回答了？他可能没有办法去面对多多。多多。
我不看到你牵着维尼吗？没溜，本来想溜一圈啊，没溜。说了，我真说了。哦，让他没下来。哎呀，这画面有点困，我觉得，有点困，我觉得。哎呀，哎呦，他今天真的有点累。小娇也不想让他那么难过吧？他是不知道说什么吧？多多心里应该有答案了。他前面可能还会给自己觉得说，是不是小娇还没跟他说，或是对，这个时候一般都是这样的，给对方理由。因为其实这件事情蛮难接受的。你直接就是不来哎，这很难接受，这个太难接受了。但是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可能也很难总是得到就是自己想要的那种。的确下去的话会很体面，但是呢不下去，我觉得也是 OK 的。可能他目前的能力还不支持他下去以后去好好说。对。怎么样？什么怎么样？瑞荣发现多多的难受，对他想安慰他。想聊聊，聊聊，跟我聊聊，聊聊，走。你们还没去下面呢？下去了，我刚刚下去自己转了一圈。OK， 去吧，去玩。坐这儿，坐这儿。咋了？没事儿。他内心肯定充满了委屈。没有承载出他该有的一些，不是叫该有吧，就是期待会发生的一些故事。我都在想，这个没有这个故事，是因为，男生女生都不太勇敢，还是？你很勇敢了，你真的很勇敢。哎呦天啊！为啥呢？是因为时间太短了吗？王爵也哭了。
哎呦天哪，好难受啊！好难受呀，现在确实不是很开心。我觉得我最后悔的就是在小屋里没有特别的开心。我就是因为看到你不开心，我不知道你不开心。就有时候像练瑜伽一样，就是练瑜伽其实也不开心，但是可能练完1个月就开心了，因为我感觉身材变好了。所以有的时候我觉得这种对抗力其实是在完善自己，还是就是说，就是因为不适合自己。而且我觉得你这样性格的人，你都已经有点不敢勇敢去做了。我就会觉得这已经不是我认识的那个多多了，或者说我真的希望你，哇，这女孩子之间的友谊，王觉得超好。我觉得这可能是我自己要感受一下的，是的，需要一定心动的这个必要条件，可能合适啊，或者是舒适的关系也很重要。所以那不要不开心。其实我觉得不开心的点其实在于，我在做一件其实我不是特别擅长的事情。对。但是这个不擅长的事情可能并不说明它是不好的。我觉得我不去试炼一下，我可能不知道这个事情是不是适配我的。我去做，我就得去承担它可能带来的风险，情绪的风险。说的挺好。我觉得我应该可以承担得了，但我确实好像还不是一个非常成熟的，就是能体面的消化情绪的一个人。我觉得我还是挺容易把情绪挂脸的，但这样也挺好的，吸引你们的注意。这就是你的优点。你看周博找你聊来了吗？对，我觉得其实挺好的，因为在生活上面我还真的没有这么多这种人，就是一直相处的。对，我会希望所有人都能成功。这不难的，大家首先就是愿意成为朋友。2个人都好好哦。小狗叹气，我邀约你了，我在下面等着，然后你不下来，我觉得就会觉得好难过，好难过，然后情绪瞬间就会释放出来，所以我看的就很心疼。他终于哭出来，他终于把所有的不舒服丢掉了，我觉得这就超级棒，就是超级 real。然后我觉得他一定会雨过天晴，他这哭完他就会放手了，告一段落了。我感觉多多其实内心深处已经把这事儿理顺了。他讲了这样一句话，他说：“我现在在做一件我不擅长的事情，这件事情让我变得不快乐，但是我要经过这个试炼，就像练瑜伽一样，也许过一段时间以后，我会发现，哎，我的情感上的肌肉能力增强了。我想到那个时候的我会又重新快乐起来。”对，会的，会的。我请教一个问题，你觉得怎么来修补一个比较破碎的关系呢？破碎的关系是什么意思？子涵还是在担心和痴。对，就是可能之前有些误会，但这个误会就非常的敏感。那就直接说啊，就直截了当的说呀。但你心里边还会因为之前一些发生事会有心结，对吧？你不能说光道歉了。那要看你道歉之后你给出的解释是否合理吧。但如果说你给出的那个解释是真诚、诚实且合理，在我这儿好像能解释得通，并且解开了误会的，那我觉得这件事情就是可以原谅。把你该说的解释清楚，这样2个人都不会有遗憾嘛，对吧？不然你这误会大了，你就不值当。
这个删除质量有点差。没关系。那另外一个问题，好，你问。你们觉得这个喜欢或者是爱是无私的还是自私的？我知道你的问题了，就是是有条件的还是没条件的，是要求回报的还是不要求回报的？还是你懂？说吧。哇哦，我感觉啊，你是不是你的个性还是会希望说，你做出了一些行动之后，你希望对方能给你正反馈，不然你就会怀疑对方是不是就是对你一点好感都没有。我觉得很多男生都是这样吧。子涵还是在苦恼当时的那个问题。是的吧？是的。方医生好贴心哦。方医生是恋爱脑吗？对，对。好可爱。给你播了，你还自己播？哎，你看到？给你播了，你还自己播？这种场景都会有瑞龙。你的表情咋那么苦涩？他在笑，但是很苦涩。苦笑啊。保护色没用了。瑞龙也有苦恼。你的笑只是你的保护色是吧？其实他们也慢慢的都了解彼此。对。你来说说，如果你还没想好的阶段下，我突然问你很深的问题，问你很多问题，你会怎么样？感觉瑞龙是在问他对多多的感受。告诉他你的真实想法。那我说，我对你感兴趣，但你可能还不确定对我感不感兴趣。然后我问你很多很深的话题，一下子扑过来。因为他比较会想要慢慢去了解嘛。我觉得首先你想问就问，他反不反感，他会表现出来。如果说他没有表现出反感，他愿意回答的话，那这就是你们互相了解的一个很好的机会，对吧？对。那我觉得你就可以更加没有顾虑的、更有勇气的往前冲一冲。说你第一步跨出来没有？我感觉我想都没想好。你先想好了，然后你可以立刻去做，想清楚，不要后悔。我觉得这个比较重要。兰兰说的真好，勇敢一点。瑞龙加油！多多，你看一下瑞龙呗。听到没？这哥们儿他是太勇了，有点。哎，莽撞人啊！今天是帮大家心理疏导呀。可不嘛。今天是蓝老师讲课，这是你自己的课题啦，慢慢想吧。拜拜，拜拜。那麻烦你们收拾了。我收拾吧。那我也走。我们一起收吧。收拾一下。去哪里？去拍照。好。这是什么？这个不错，这个很适合今天的我。像那个《还珠格格》。像我。这跟这个一样的吧？对啊，你向日葵吗？哎，这还挺像郁金香的，其实。
好，重来。7秒了，7秒了。啊，他反应好慢啊，怎么回事？不是，我们重来。我觉得他不该那么大，你不觉得吗？他要等他全部拍有完。一种没有对焦的感觉。你等一会儿，等他全部弄完再重弄一次。然后我再戴一下这个头花。我觉得今天的小龙虾真的挺好吃的。我觉得今天的小龙虾真的挺好吃的，真的。好。不对呀，他都没有倒计时完，不能看。哎，这个挺好的。不行，今天不拍了，等机器好。行，都听你的，你想你说什么就是什么。待会儿我去把那张照片拿过来。不行，裱起来。哇，外面的空气好清新。宇航跟吃。今天你感觉怎么样？感觉做饭挺匆忙的，但大家做的都挺好吃的。但我真觉得我第一次做辣椒炒肉，我感觉是很好吃，我不知道你觉得怎么样？哎呦，是挺好吃的。因为你说你很喜欢吃辣的，我就放了好多辣椒。你觉得今天晚上就是大家的问题，怎么样？都是一些挺好的问题。你有问题吗？感觉他有很多问题想跟他说的。有呀，就是因为我想说的是相处的时候，如果大家都有自己的想法的话，就很容易偏离轨道。什么意思？这？那我觉得我的想法从模糊逐渐变清晰。哇哦！那你觉得你现在想法是什么？我觉得我不知道怎么处理。那很矛盾。唉，吃呀。你不想说也没事。我好像比你还那个什么，还拧巴。对呀，怎么变成这样了？很怪，这不是我。你看他现在变拧巴了，他今天的那个跳跟火车上完全不一样。没事啊，我觉得你慢慢想清楚就行。我开始觉得他们的步调有点不太同频了。我只是从眼神中感受到，就是在吃饭的时候，子涵他做完一些就是他的行动之后，痴痴的眼睛是有发光的，然后等晚上遛狗的时候，痴痴的眼睛的光不见了。所以其实只是在这个地方，我觉得可能痴痴他心里的那个秤会有一些变化而已。
宇航在每次单独跟痴痴相处的时候，其实痴痴都还是比较满意的。但是，一旦他们到了一个有其他人在场的处境，痴痴就会有一点对这个宇航的表现没有那么的令人满意。我觉得今天的这个见面会有影响的，因为最终两个人还是要靠性格呀，性格的合适才会升温呀。怎么了？他们看见谁啊？我们往哪边走？我们往哪边走？一帆，太尴尬哦。我觉得我们要碰上了，我是应该表示一个什么样的表情去碰上呢？回头碰上吧，也行，无所谓了。回头太尴尬了吧 ？Hello， 他们好像拉过了。是吗？你们去遛过了吗？我去处理过一次了，已经拉过了。真的？这个不是滋味啊！哎，就我感觉我的情绪有时候是控制不住啊！唉，怎么感觉这顿饭吃完，大家好像都变得有点奇怪呢？对，会有影响的。好累了。哎呀，一帆很失落，真的。你当下鸟飞往你的山。哦。什么？小火车吗？对，小火车，小火车又来了。啊，你的来了来了。Hello。哇，我今天完全没有注意这个钥匙的事情。等你注意就来不及。这是什么时候？在大家都不注意的时候。你还拿了一本书？我这本书其实不重要，但是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还蛮符合我当下的心情。将像鸟飞往你的山。是的。
看到的时候就是这个小小的被触动了一下。就这是不是？那说这对这。发车喽！就是要把这个打开。我还看了一下你的问题，但我感觉好多问题，我感觉我们之前已经回答过了。对你讲了很多。我讲了很多，我觉得我其实已经回答好多了。其实他们了解的挺深入的。对。我其实也有一个很小的疑问，就你觉得你今天的座位是遵从你的内心选择的？他很在意这个事情。是，就是我内心选择。后面你坐下的时候，确实有一点点小小的波动，也没有说非得坐旁边，坐对面也可以更直接的视线的交流。有，我今天注意到你跟你朋友好多的小动作，我感觉也挺好玩的。因为我身边很多朋友都是这样，就大家就是都很直接。那朋友就是相似的话，那你觉得恋人之间呢？好问题，特别好。之前其实我们那天4个人吃饭的时候，达达当时就问了我一个问题，就是说意思是对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啊？那好像是就是洗头发的那一次。哦，就是晚上回去。就这样子嘛，这样吸收点雨水，我们真的是鬼才。这样子。还是这个怪怪的小瞬间打动了他。对。就是那时候是想要了解我，结果发现，就是我的脑回路可能是也蛮像的。是的。这可能就是我会比较坚定的一个原因所在吧。如果说再往前几天的话，我可能不会说得很清楚，但是这2天就变了。这2天不行，我不能委屈我自己。为什么？是原因是什么？就是想点你一下，点你一下哦。我觉得我能理解你的心情和一些当下的一个情绪。在刚开始大家了解的时候，如果说我意识到我有些行为或动作会伤害到你的时候，我也会比较内疚、比较愧疚，我就也不会做一些事情吧。就是我在喜欢主动伤害别人，哪怕是我意外的连带的伤害，我也不想。善良的人。就我不知道你现在的想法是比较清楚的还是坚定的。这个很重要。我觉得你是一个会情绪非常外放化的人，因为其实我不知道为什么见你第一面，其实我会觉得，我觉得我也会很想跟你做朋友，会很想跟你做朋友。说出来了，也会很想跟你做朋友，正面拒绝。那我可以理解成你的意思是，就只是朋友，还是说你也会去选择？他还在坚持。就是说我真的想法，我会觉得，我觉得做朋友会是我的选择，这样。
好难受。虽然很伤人，但是感谢你给我这个句号。因为我觉得我是一个，如果我觉得他会是成为朋友的人，我从一开始就不会有任何的想法。如果说是我觉得他会是我理想中想要去相处或者想去选择成恋人的人，我就会抱着我的想法和我的坚定会去选择。火车到站了。真的很勇敢，很美好呀。对于一帆来说，我这一路已经很勇敢。做法都蛮好的，就是遵从自己的内心做了最棒的回复啊。哎，就像刚才一帆的那个问题，就是如果你被 crush 拒绝后，你还能做朋友吗？不可以，因为我一开始就是图谋不轨，所以就是我没有把你当成朋友。我的朋友就是朋友，心动对象就是心动对象，朋友也不会成为我的恋人。啊，我也是，绝对退不回，没那么缺朋友。太多朋友了，谢谢。不做回收的动作。你能做回朋友吗？我特别喜欢对方，但对方是不喜欢我的。那我觉得放着一个那样的人在身边干嘛呢？那对你日后所有的人都是不公平的呀。这个角度好。过去就让它过去吧。我觉得某部分我可能也会像一帆那样，会觉得想要再努力看。真的，0.01你也会去拼？因为这个点，我觉得它不是说要一个结果，而是就只是对自己的一个交代，不让自己后悔。对。
我可以啊，没问题啊，我们就回朋友啊，我放下了，就是这种，就是证明我没事的。你看我很轻松。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呢，也可以上微博带话题。被 crush 拒绝能退回做朋友吗？畅所欲言。我们的官微呢会实时跟大家互动，有机会被翻牌获得惊喜奖品哟。那我们今天晚上的小火车呢，承载了很多的内容，对于2个人来说呢，肯定也是非常难忘的一个在心动公寓的夜晚了。那么接下来我们的心动故事还会如何发生呢？各位，我们请看吧。我想跟你聊一下。可以啊。子涵来找吃吃。我这也没打实了。哎，就是从沙发上的衣服变成了椅子上的衣服。你先说。好，我先说。我先说。你先说。就是我看了那个你的信嘛，就其实那天晚上确实有被吓到。明白。哎呀，怎么说，就确实来的确实比较晚，虽然当天也跟你说了，确实心里边比较着急，而且你又说你是一个比较快节奏的人，我就怕就是跟不上大家的进度，所以可能会有一些冲动吧。然后我知道肯定会给你造成了很大的压力，这个我也感受到了。但是确实，当天的表达或者是我自己的这个心态吧，然后没有管控好。然后今天确实也想再面对面的去给你把这个事情澄清。哦，你想说的也是这个事情是吧？是的。确实还是怕这个节奏太慢了。没有啦，其实那个时候我们大家都还是差不多的节奏的，所有人都是小屋里的所有人都差不多。就当你想把一个事抓得非常紧的时候，别人可能会感觉到非常大的压力。我懂，因为你怕的是你稍微一放手，这个东西就流走了，那可能对别人来说，可能它会变成一种无形的压力，这都是相互的。对。那我觉得可能在这方面之前确实没想好，就还是希望你不要往心里去。他跟吃吃解决问题、解决矛盾的方式真的很匹配，行动型的。哎，真的，确实，这2天我觉得我们彼此也不知道怎么去面对彼此，会有一些。所以，所以，怎么了？所以你愿不愿意再去跟我出去玩一次？哦，这怎么回事？这是可以吗？还是这就是一个我的机会，是吗？你怎么又有这样的机会啊？对。哎，哦，哇哦，哦，他的那个帕克哇，哦，他有这个机会，哦，这个要启动了，哇，猛哎！好厉害，很加分哎。就是我确实想把机会把握在手里面。我其实是一个比较行动派的人。哦，那个是你拿的风车是吗？哎呦，你真的就你不要有什么压力，就我们可以就是聊一聊，
就聊一聊就可以。对，我觉得大家都还在就是互相接触的阶段嘛，然后，哈，他是不要去的意思吗？可以再多了解一下。啊，什么意思？所以是可以还是？可以啊，可以。可以啊。哎呀，峰回路转了呀，这缘分不就来了吗？其实他这段时间蛮能够打动人的。是的，他真的有在努力。哎呦，这个小刘啊，这个3个人的走向有点说不清了。这组最模糊。对，不过宇航的是越来越清晰。对。但是吃呢又变模糊了。对。哎呀，你说。然后子涵呢又有机会了。对，那你觉得是来自于子涵的很努力，还是来自于宇航的不够明确？我觉得这波猛是因为子涵的一键3连。一键3连。先是写了一封信，晚宴弄得明明白白的，最后直接封车收尾。哇，这一键3连，谁都是得缓一下。我有一点点不太一样的看法。其实我觉得差别是他在跟他遛弯的时候，然后他感觉其实有些话还是没有讲出来，所以他又没有感觉到宇航的那个态度更坚定，所以现在子涵给他这么多以后，他就会开始觉得，就是宇航的坚定来的稍晚了一些。对。就是吃说我是快快的，宇航你是慢慢的，但是我觉得就是吃和子涵都是快快的，就他俩的相处的方式、沟通的方式比较一致。我觉得到底就是我们最后怎么看他们的这个情感链接呢？就是在于说他们今天晚上的这个心动短信，会不会受到影响了？好，那么接下来呢就要进入到本期的推理时刻。宇航不用多想吧，肯定是吃吧。这个很明确。乐成的话，卢远，乐成卢远，没问题。瑞龙多多，瑞龙，王爵，王爵转了。我觉得王爵，我也觉得是王爵。我觉得是多多。我觉得多多从上一次吃完饭他就已经彻底放下了。他会不会关心他一下？因为他知道他心情很down。好，下一个。防疫上肯定是兰兰吧？好难哦，好难又好难。好蓝哦，小娇好蓝哦，蓝了。他们2个都蓝，真的是蓝。子涵好吃哦，好吃啊，这太吃了，吃的子涵。好了，瑞龙放到最后吧。行，王爵就瑞龙，我觉得没毛病了。下面一题有点为难，我觉得他会给晨晨。我也觉得会给晨晨，蛮有道理。卢远、乐成、兰兰、小芳吧。有人在小娇这停一下吗？没有。去小娇那看一眼。不看了。你这个曲线折的。一般，我觉得他也是还是那个0.1， 0.1，100%。吃，我觉得也有可能会是那个子涵吗？我还是觉得是宇航。我也觉得是宇航。那少数服从多数，那就宇航吧。这还有瑞龙。旭哥，你直接，我觉得就按照你。对，因为现在平票。对，就你给谁就是谁。多多。好，多多。好，来吧。茉莉开就是心动的信号。接下来进入康师傅茉莉茶清香心动时刻。各位，我们来揭晓一下今晚的心动短信吧。我们首先公布所有女生的心动连信。都对了吗？吃给宇航，没错。都对了。好，男生。瑞龙谁？如兰真的是。瑞龙谁？如兰。他给兰了。不可能啊，我看不见。哦，我知道是哪个瞬间了。他坐在那里。
里，他帮他剖析了清理过程，给他绘制了蓝图。叫贝贝心动。哦，我知道他是谢谢兰兰，他应该是谢谢兰兰。咱怎么路过的时候说一声谢谢就可以？为什么要发信息？你看，我们其他人都不信，你看。我也觉得。来，我们看一下我们的心动短信写的内容是什么。开心看到你弹古琴的样子，不知道说什么，累了就早点睡，晚安。早上的阳春面、不辣的豆腐汤和焖饭特别好吃，都是很暖心的细节，都是我知道你在确认我的细节。好甜。说到做到的小龙虾比想象中的更好吃。每一天早晨我都会恢复我非常稳定的情绪，但当面对你，却成了那个情绪无法最体面自控的人。发现我们之间的认识确实有些少。虽然我们觉得我们都不了解彼此，或者我们都有一些矛盾的想法，但是我很乐意在有限的时间里用各种方式了解你。我会用心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谢谢今晚的 Deep Talk， 虽然还有些迷惑，看看我能不能先做好自己，想好下一步。算是谢谢啊。一个谢谢。今天在认真的听你开导别人，下次拿张小板凳。所愿成真，祝。心结打开，重新开始了解吧。这个瑞龙的感谢信真的是，他们就应该加上微信。这真的是不知道为什么要传讯息。对呀，以后禁止发感谢信。咱们还是挺棒的，获得了11颗心动原石。Yes， 我们好棒啊！我们好棒哦！你最近皮肤状态也太好了吧？嘿嘿，因为我最近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我已经连续用了好几天了。每天睡前用1滴管，即使人在熬夜，皮肤也能先睡一步，这样第二天早上起来，皮肤就能够更加的紧弹透亮。看着真的很不错哎。我们本周的心动故事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我觉得这一天确实是发生了很多事情，这里充满了美好，充满了不确定，但也充满了奇幻，还有充满期待，因为期待其中有一部分就是我们的子涵的 part time， 在这个过程里面又会发生什么样的故事呢？茉莉开就是心动的信号。本节目由花清香茶欣味的康师傅茉莉茶冠名播出。我们每周4 12点真人秀加更，解锁更多心动线索。每周5、周6 12点陪你看心动，心动家族跨季联动，陪你磕个够。上腾讯视频草场地一键 get 嘉宾同款心动周边，各位辛苦了，我们下周继续心动喽！茉莉开就是心动的信号。本节目由花清香茶欣味的康师傅茉莉茶冠名播出。小红书，你的生活兴趣社区，上小红书 pick 你的心动嘉宾，解锁专属内容。本节目由新升级潘婷胜肽泡蛋系列赞助播出，根源重塑发型蛋白结构，72小时弹韧亮。感谢影像体验官华为 nova 14系列手机全焦段红枫质感人像，记录你的心动时刻。2小时快速修护，3天抗熬夜疲劳。本节目由雅诗兰黛小棕瓶赞助播出。质感升级，心动升温。本节目由智享体验全面进阶的全新领克07、领克08赞助播出。淡化黑眼圈，让眼神自带微电流，一夜焕亮，心动澎湃。本节目由完美小红鼻眼霜赞助播出。嗨，什么？公园时间。神秘人是？神秘人就是正式代驾。代驾。好神秘啊！我差点就猜到了。让他装到了。就是你在你想许愿的时候，就也可以找我。哥们这么的有仪式感啊！天哪！天花板留2把刷子。什么？爆灯！天哪！哇，好棒啊！这样的感觉，这真的是游戏通关的那种感觉。这就直接成了。但我觉得我还是会担心，是不是没有见到过真正的你？这句话意义挺深的。我感觉最近有点奇怪。不会吧？搞这种，等一下找你一下。哦。
真的是造化弄人。我喜欢一个人，我得先让他知道这个事情。哎呦，真的，我又行了哎！咱俩可以溜溜，出去玩会儿。走。要不现在去看？我要先冲了。什么？干什么？哦，他要去拿那个，必须有双向。双向爆灯的 CP 呢，将开启专属于他们两个人的试炼旅行。来了来了！谁呀？谁呀？谁呀？好想哭啊！为什么？你们为什么不喝这个？尝一下，我尝一下。哇哦，还有股椰香呢。能不能晚一点10点。小屋哪个菜最好吃？我选火锅。我选火锅。现在想到那个时候还会紧张吗？我能不能暂停？我想做这。不要说，你不要来。要不我跟你换一个？你想回答一下吗？不想看了。我也不想看。王大成，你表情包真的很多。为什么表情这么多？商务男士。给自己取个花名。我叫。你自己连着先读5遍好不好？听说你上次跳男团舞，想看。那行。 8月4日起，每周一、周二12点 SVIP 更新，每周二、周三12点 VIP 更新，会员抢先看1周，每周32点掉落 SVIP 专享花絮礼包，更多高甜互动等你来看。每周四中午12点 SVIP 更新加更，解锁更多心动的故事。每周五、周六中午12点 SVIP 更新衍生，陪你看心动，精彩内容响不停。 只能这热气的早餐店，透不过气拥挤的地铁，还没睡醒又开始新的一天。摩天大楼下城市很美，云层之中有甜蜜的约会，可我还有永远开不完的会。童话哪怕只一天，我也有用心体验的，但去爱才不会辜负夏天。丘比特放出了箭，背着装视而不见，勇敢一点。向前走，向前走，有微光在眼里闪烁。上微博参与心动的信号话题讨论，分享你的心动观后感。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 感谢中文百科合作平台百度百科，感谢合作伙伴百度 APP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复杂又简单的生活，去发现，去发现，像呐喊已久的悸动，靠近我。